哈，特瑞啊。 一个从 SNK 宇宙坐出租车来 Metro City 拍《武林外传》的饿狼主角罢了，隔壁让好鬼去山岛道场找一帮杀马特家族的事儿啊，而我们的特瑞啊跑来市中心参加帽子节，不愧是合家欢路线的街霸6哈。按照如今卡普空的路数 ，DLC 角色没有一个是弱的。出预告那会儿啊，就感觉这个角色不一般，远超其他角色的丰富招式，每一个招式的版本啊都是完全不同的用法，还有100%还原 SNK 宇宙的技能和出色的动作细节，怎么看都不像是和我杰米哥做一桌的人。所以新角色够不够强？ 一直都是我们吃瓜玩家最想知道的结果。我也是花了一点时间，在最近几十天里断断续续的体验了这个角色。我让你的问，这角色简直就是偷王之王啊！几乎没得我不能偷真的时候。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高手发现特瑞用来致敬经典的彩蛋，竟然可以在实战中打出十分有用的战术。这些精妙的玩法啊，都是很多原住民都没有的待遇。你妈的石头老哥，你龟儿子说了那么多，所以这个角色到底强不强嘛？那我问你，你们觉得这个角色强吗？ 如果单纯说强度的话，我认为特瑞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角色，非常核心的下中脚帧数和判定都非常的不错。对比肯的话，帧数大致相同，只是发生慢了一帧。但是特瑞下中脚是 TCG 呀，后面可以延伸出的用法非常之多。只要你长期练习，就可以做到2MK 的确认，然后把不同情况的选择做熟练，你就能利用一个非常优秀的下端，给予对手逆回层面的压力。而且不排除特瑞的换轴 TC 在未来开发套路的潜力。我非常欣赏这次的卡表在做别人家的角色上面格外用心。 动作细节非常还原，设计的这些 TCG 没有一个是废招。中拳、重拳 TC 对方看似不利，却是一个帧数陷阱。即便第二下在对手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做到金防，但我想啊，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啊，难免有点大材小用了吧。所以，即便在高手局里，中拳、重拳的 TC 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用的魔奖和做帧数陷阱的神技。波动符合原著的情况下，用法也多样。反摇拳快速近身，反摇脚安全魔奖 ，S1 发生期帧的优秀速度和距离 ，SA2 的各种延伸，除了 C 黑感觉比较一般。 对局里面放倒对手给的时间也非常舒适，前稳定 rope 头和其他各种看来，特瑞怎么也是一个比较强力的角色的。 而且特瑞还有一个彩蛋啊，经过时间的发酵，探索出了其他角色都没有的神技。街霸4的老玩家一定记得哈，如果一个人在远距离一直蹲着且有了 UC 槽，那你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再发波了，因为他时刻的在准备着快速反应你的波动，从而反击。然而特瑞 SA2 的彩蛋触发方式的逻辑正好就能和街霸4的顺发 UC 对上号。众所周知，特瑞的彩蛋 SA2 啊，触发指令是反摇、正摇、中脚、重拳，但是在街霸6里，如果你拉下推到前，是可以算做一个技能招式里的前指令。街霸4当初为什么能用 UC 顺发？其中一个技巧啊，也是这个。唯一的区别是街霸42次正摇可以算2次前的判定，但最后顺发收尾的指令啊必须拉前，而街霸6只能算1次前的指令，但不需要触发的收尾指令啊是否是前或者后，有点扯复杂了啊。总的意思啊，就是说你能在一直蹲着复读1313，等到对手有动作，你可以立马按中脚重拳，可以做到顺发大招插合对手。这一招真的超级好用。 很多时候对手揣测不到你的脑子里在想什么，以为就蹲在那里龟，实则一旦出招，马上顺发 SA2，这个真的算是街霸6里最实用的彩蛋，实至名归了啊，属于是。而且这个角色我在他第2天的时候就看出来了，看似特瑞好像就是一个什么都有的常规角色，实际上特瑞的特色啊蕴藏在一些稍微进阶的技巧当中，坐实了这个黄毛就是街霸6中的偷王之王。 想问问很多新人朋友，在打特瑞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些时候他出的招明明是不利的，为什么我就按不出来？甚至接上了看起来完全不符合数学逻辑计算的连招啊！实际上，这些看似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是格斗游戏中稍微有一点点可能比较进阶的技巧。偷帧上面逻辑就是触发判定击打或者被防的那一帧，实际上啊落在了持续判定帧的后面，从而让之前判定帧的差值成为了这个招式恢复帧数的关键点上，让原本来是负帧的招式啊有可能就变成了加帧，所以谁说我们特瑞没有加帧技啊？其实是蕴藏进了这个机制里面去了。你妈的石头老哥，你龟儿子又得乱说哈！其他角色还不是有偷帧的呀？像你这样子说，每个角色都是偷王之王呢？没得加帧技就没得加帧技，你是不是很喜欢找借口？ 每个角色都能偷帧，确实不错啊。为什么特瑞是偷王之王？那是因为特瑞可以偷帧的场合远远大于其他角色很多。这里我建议大家看看特瑞的帧数表给的数值，为了方便理解啊，我还是列出来几个，然后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下面的帧数，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反摇拳、中拳、波动这些都是特瑞核心的偷帧技，而且这些都是常规放倒的情况下做的偷帧。我们街霸6原住民哪有这些待遇啊？所以这些技法在对不熟悉特瑞角色的玩家们来说，如果没有比较充分的功课准备，或许你就会被打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我们玩的游戏叫做街霸6，街霸6里面呢又有个系统叫做斗气格挡，一旦我们按下格挡，其实就会触发金防，你再能偷
又何妨呢？说到底，或许又回到了最朴素的石头剪刀布上面。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啊，特瑞或许没有大伙儿想象中的那么弱，但也绝不是和某个高贵角色一样强到离谱。偷帧技巧属于格斗游戏中入门进阶的一个必会知识点，当你熟练的使用了这些操作，也恰恰证明了你对这个游戏有了更多的理解。特瑞的拳脚或许没有 S 角色的那么优秀，但是特瑞招式多，用途广，能做出很多的变数。TCG 也有各种延伸波身、进攻、防守各方面都是比较全面的，只说上手需要花多一些的时间去熟悉那么多的招式运用在什么地方之类的。总的来说呢，我认为特瑞是一个十分具有潜力的一个角色，虽然可能没办法和某个披着斗篷的人做一桌，但是没事干炫炫揭秘的桌子我认为一定是没有问题的。那差不多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本来这个视频早就能出了的，但是这个工作压力真的太大了。成都成都，大家没事干还是别来这地儿生活了。西南柬埔寨真的不是吹的。最后大伙儿千万别忘了给小弟一个小小的3连，奖励一下干了好几天视频的我。后面还有更多精彩的高创内容，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关注订阅我的频道。我是秃头，一个卖给公司的奴隶。我们下期再见，Adios。